近日，美国商业卫星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捕捉到一艘长度约120米的巨型潜艇，其取消了传统指挥台桅壳，仅留下一个极低轮廓的微小凸起结构，配备 X 型尾舵，疑似泵喷推进。水下排水量估算在7000至9000吨之间，这一尺寸远超常规动力潜艇，甚至超过绝大多数核动力攻击潜艇的长度，这也使其被普遍归类于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的范畴。作为参照，美军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个子型号均长约114.8米，宽约10.36米，排水量约7900吨。解放军现役093型及其改进型号长约108至110米。对于潜艇工程学而言，静音与速度是永恒的双螺旋追求。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潜艇流体力学在经历了单双壳体之争、填角桅壳整流、泵喷推进后，似乎触碰到了某种物理形态的瓶颈。然而，随着中国这一神秘水下资产的曝光，全球海军战略界迎来了一场技术地震，其被战区、海军新闻等主流防务媒体形容为颠覆100年潜艇传统的激进之作。这艘潜艇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无疑是取消或极度压缩了传统指挥台桅壳，彻底颠覆了自1953年美国大清花鱼号确立的现代类低型潜艇以来延续至今的经典外形。从潜艇发展史来看，桅壳或者说帆罩，自20世纪初潜艇演变为现代形态以来，就一直是潜艇外观上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其功能包含多个方面，它是光电桅杆、传统潜望镜、雷达天线、卫星通信、电子战天线以及通气管的收纳舱。在水下航行时，桅壳的作用类似于飞机的垂直尾翼，提供方向稳定性，防止潜艇在高速航行或转向时发生侧滑。许多现代潜艇，如美军早期的洛杉矶级核潜艇、俄军的部分核潜艇，将用于控制下潜和上浮的水平舵安装在桅壳上，其被称为桅壳舵。对于战略核潜艇，比如俄罗斯北风之神级、美国俄亥俄级，桅壳内部会经过结构强化。在北极冰盖下需要发射导弹或通信时，潜艇会用坚固的桅壳直接撞碎2至3米厚的冰层上浮。潜艇在水面航行时，桅壳还为舰长和瞭望人员提供了一个足够高的剑桥，防止被海浪直接拍打到冠。部分潜艇，如俄系核潜艇，还会在桅壳内内置整体漂浮式救生舱。然而，所有这些功能都伴随着一个不可回避的代价：桅壳是天生的阻力源和噪声源。核潜艇水下航行时的噪声来源通常可划分为3大类：机械噪声，由反应堆循环泵、减速齿轮箱、轴系等运转产生的震动；螺旋桨推进器噪声，由叶片旋转产生的空化气泡破裂及叶片通过频率噪声；以及流体动力学噪声，即水流冲刷艇体表面绕过凸起物和开孔时产生的湍流和涡流。其中流体动力学噪声与潜艇的几何外形直接相关，在设计和制造阶段就已基本定型。而桅壳正是潜艇外形上最显著的破坏性凸起。当高速水流迎面撞上这个90度直角基座时，会受到强烈阻滞，在桅壳根部前方产生剧烈的逆压梯度，这会导致艇体表面的边界层发生3维流体分离，并在两侧卷绕形成强烈的马蹄窝。这将导致潜艇地面脉动压力剧增，直接辐射出强大的偶极子低频流动噪声，还会引起艇体钢板产生机械共振。同时，桅壳的存在还严重影响了尾部螺旋桨喷泵进流场的均匀性。由于桅壳后方的尾流存在明显的不均匀半流场，水流速度分布在中轴线和桅壳阴影区之间有显著差异。螺旋桨喷泵的叶片在划过这些速度不均的流场时，会产生周期性变化的载荷，从而产生叶片通过频率噪声及更高阶谐波噪声。这种半流畸变效应是传统桅壳潜艇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美国海军早在70多年前就已在弱化桅壳、优化流体力学的技术路线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二战及以前，全世界的潜艇本质上都是能潜水的船只，它们在绝大部分时间在水面航行，采用与水面舰船相似的 V 型船首和平坦甲板。1953年8月1日，一艘外形怪异的水滴型试验潜艇大青花鱼号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普茨茅斯海军造船厂下水。大青花鱼号作为现代潜艇水下性能演变的分水岭，彻底抛弃了二战时期潜艇的设计思路，采用了基于航空风洞试验结果设计的纯水滴型艇体，看起来像一条肥硕的飞艇，而非军舰。为了将水下阻力降到最低，设计师取消了位于压力壳上方的耐压指挥塔，而仅在甲板上方保留了一个高度流线型的帆罩，采用了类似于喷气式飞机的超薄 NEC 流线翼型尾壳，其只是一个用来容纳可折叠或升降桅杆的薄壳罩子。由于去除了传统潜艇臃肿的水面甲板和指挥塔结构，大青花鱼号在1960年代换装双轴反转螺旋桨后，创下了近40节约时速74公里的水下最高航速纪录。以往潜艇需要多名操作员分别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而大青花鱼号首次引入了类似飞机的单人操纵杆，只需一名操作员即可控制潜艇在3维水下空间灵活穿梭。在1960年，大青花鱼号进行了第3阶段改装，首次换装了45度倾斜的 X 型尾舵，4舵面联动赋予了大青花鱼号犹如水下跑车般的疯狂机动性，能在极小的半径内完成急转弯，还提供了极大的操控冗余和潜海安全性。随着核动力时代的全面到来，潜艇不再需要频繁浮出水面，美军也开始将水平舵安装在尾壳上。从歼鱼级到经典的洛杉矶级核潜艇，尾壳不得不变得高大、宽厚且方正。尾壳前缘与潜艇圆柱形体形成一个粗暴的90度直角，直角连接在流体力学中是一个灾难。当高速水流迎面撞上这个90度直角基座时，水流在撞击下会发生剧烈的分离，在尾壳根部两侧形成一个向下、向后包裹的马蹄形涡流。这个巨大的涡流像电钻一样顺着艇背向后滚动，直接拍打在尾部的螺旋桨上，引发了美军冷战时期最头疼的低频流体噪声，极易被苏联的低频声呐拦截。到了1980年代末，苏联研制出了同样静音的阿库拉级核潜艇，美国海军急需建造一款能在深海猎杀苏联核潜艇的终极水下捕食者海狼级。此时，超级计算机和计算流体力学软件首次被大规模应用于潜艇设计。通过超级计算机对千万级网格的水流进行仿真，美国科学家找到了消灭马蹄形涡流的解药——舔角。海狼级在尾壳的前缘根部引入了一个向前延伸、平滑倾斜的过渡曲面，类似于飞机机翼根部的一根整流片。这个舔角将原本90度的死角变成了平缓的斜坡，使迎面而来的高压水流在接触尾壳前就被平顺地分流到两侧，从物理上斩断了马蹄形涡流的形成条件。后方泵喷推进器吸入的水流变得平滑，潜艇即使在20节以上的高速巡航时，也几乎不产生流体噪声。为了保证水流从平直艇体平滑地爬升到垂直尾壳，几何边界可不是简单的单一圆弧，因为圆弧在连接处存在曲率不连续，会诱发新的分离，而是采用3阶、5阶贝塞尔曲线或闭样条曲线，这确保了连接点处的1阶导数、切线和2阶导数曲率完全连续，使水流受到的压能转换完全渐进。海狼级的定位是深海终极冷酷猎手，其设计目标是在20节的高速下依然保持绝对静音。为此，工程师在艇首、艇身乃至每一个肉眼难察的细节上进行了堪称丧心病狂的平滑与消音处理。这些设计至今仍代表着人类机械工业在流体静音领域的巅峰。海狼级彻底将8门660毫米大口径鱼雷发射管向后平移，斜向安插在艇首后方的两侧艇壁上，这使得艇首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开口、浑然一体的完美水滴形。水流在迎面撞击艇首时，
会以极度平顺的层流状态向后滑动，为后方的填角围壳提供了极佳的初始流场。流水孔加装了液压驱动的隐藏式盖板，杜绝腔体共振噪声。手部水平舵在收回艇体内部时，其外侧的保护盖板会以完美的曲率与艇身轻壳体贴合。尾部的十字形尾舵，包括泵喷导流管连接处，全部摒弃了传统的死角设计，在所有转轴结合部和动面边缘都进行了大半径的流线曲面平滑包裹，确保尾部流场不会被扯碎。加之全身上下覆盖了先进的 ANWL2-9 型及后续改进型高分子聚氨酯消因瓦和丧心病狂的双层整体机械浮筏，以至于美国海军曾自豪地宣称，海狼级以25节高速航行时的噪声比洛杉矶级和潜艇在码头细泊停靠时还要安静。进入21世纪，弗吉尼亚级和潜艇的围壳填角更加精炼和紧凑，通过更精准调校壁面剪切应力分布，它用更小的填角体积和更短的前身长度，达到了与海狼级几乎等效的一涡效果，从而为艇首的垂直发射管留出了更多的甲板物理空间。加之弗吉尼亚级彻底抛弃了需要直通耐压壳高达10几米的穿透式光学潜望镜，全面换装了非穿透式光电桅杆。而光电桅杆不需要那么深的收纳井，围壳自然更趋低剖面化设计。不过必须要指出，当潜艇大角度转弯剧烈机动时，原本在直航时完美控制流体的围壳填角，其几何流体效能会发生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技术退化。这种退化被称为非对称流动失稳。侧航角的出现，使得迎风面的水流受到围壳和填角的剧烈阻挡而不对称分布，逆压梯度局部暴增，这导致本已被消灭的马蹄涡死灰复燃并极度增强，尾部喷泵的进流场非均匀度瞬间飙升。潜艇的声学隐身当然不存，可见只要有围壳存在，直航及静音转弯大暴露的物理宿命就无法被打破。而苏联、俄罗斯潜艇普遍采用低矮长基座前缘倾斜一体化的梯形围壳，与美国和潜艇的填角围壳分属不同的技术流派。我们知道，苏俄潜艇一般采用双壳体，内部是粗壮的耐压壳，外部还包裹着一层轻壳体。这意味着，设计师可以直接让轻壳体的线条从艇首一路向上平滑延伸，直接融入围壳的前缘。潜艇的围壳基座天然就是一体化的，它从一开始就通过长基座渐进抬升消灭了90度直角，自然也就不需要像美军那样在根部额外打补丁做填角。苏俄潜艇更注重北极海域作战，其核心使命是在北冰洋冰盖下的堡垒海区潜伏，并向美国发射导弹。美式填角围壳是轻质复合材料结构，这种结构如果去撞击2至3米厚的北极冰层，前身的填角可能会率先被冰层挤压而破碎。而苏俄潜艇的围壳前缘采用倾斜的梯形设计，其内部拥有重型钢制破冰纵梁。当潜艇从冰下上浮时，倾斜的前缘犹如一柄倾斜的利斧或破冰船的手柱，能将上浮的垂直推力转化为横向撑碎冰层的巨力，让冰块顺着斜坡向两侧滑开，完美保护了围壳内部的桅杆和救生舱。潜艇的破冰能力更加强悍，而且从流体力学上来讲，苏俄潜艇的围壳往往更加低矮，在纵向上拉得非常长。低矮降低了潜艇的侧向阻力和水下转弯时的侧翻力矩，纵向拉长起到了类似于飞机脊背整流罩的作用，它让流经围壳两侧的水流在很长的距离内慢慢汇合，从而在根部产生极低的尾流扰动。水流到达艇尾螺旋桨时，其流场质量同样非常优秀。加之苏联在冷战时期开发了一套非声学尾流探测系统，通过探测潜艇通过后在水里留下的电荷、化学物质以及极其微弱的物理涡流尾迹来追踪潜艇。因此，苏联在设计潜艇时，对消灭任何可能引发长距离水体旋转的涡流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斜向一体化的梯形围壳，
配合双壳体的饱满圆润曲线，能够让水流在通过潜艇后迅速恢复层流状态，不给敌方留下可追踪的涡流尾巴。在北冰洋、巴伦支海或鄂霍次克海，冬季气温经常低至-30°C到40°C。由于地理限制，苏联潜艇基地大多深入内陆峡湾，或者需要穿越漫长、狭窄且布满浮冰的浅水海峡。在这些区域，潜艇必须保持数小时浮度。苏俄潜艇通常在非耐压的尾壳顶部直接建造了一个封闭式水面舰桥，设计有一排排窗户，甚至还配有给玻璃加热的除霜电热丝和暖风系统，极大地保证了艇员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视觉瞭望效率。可见，苏俄之所以不抄美国的填角作业，是因为在双壳体架构下，它们的一体化倾斜尾壳本身就已经实现了与填角相同的流体消噪目的，同时还兼顾了美军不具备的北极野蛮破冰能力。此外，瑞典 I-26型、中国039C 型常规潜艇的尾壳外观呈现出类似隐形战机的多面体倾斜切面，类似蘑菇头。这种设计能有效折射主动声呐的探测波，并削弱尾壳顶部的尾流涡。毫无疑问，彻底取消尾壳在流体力学上是诱人的，但美苏海军在冷战期间对无尾壳潜艇进行了深入研究，证明无尾壳在工程上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光学潜望镜的物理局限，光线必须通过一系列透镜和棱镜从桅杆顶部传到艇内的目镜处。为了获得较大的观察视野，潜望镜必须足够高，还必须穿透耐压壳体。尾壳提供了这一桅杆的安装和收纳空间，如果没有尾壳，光学潜望镜几乎无处安置。其次是水面作业对人类瞭望的需求，潜艇在进出港口，通过狭窄水道与拖船协同作业，执行垂直补给以及极端天气下的水面航行时，指挥官和瞭望员需要站上尾壳顶部的驾驶台，以获得360度无遮挡的视野。如果尾壳被取消，仅凭传感器和显示屏很难替代人类肉眼的直觉判断能力。最后是美苏军极为重视北极航道控制权，潜艇冰下作战能力都被列为关键技术要求。无尾壳的潜艇顶部由流线型轻壳体覆盖，根本无法承受冰层撞击。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美国海军在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 SSN-X 中并未选择无尾壳方案。只有在无人潜航器领域，各国可以自由采用无尾壳设计，所有通信天线和传感器均内嵌于艇体，仅在必要时通过隐藏式升降桅杆弹出。冷战时期美苏消灭潜艇尾壳的构想，直到2020年代中期的今天才由中国率先将其工业化、实艇化。这一颠覆性创新不仅是一次流体力学的激进飞跃，更是中国在控制算法、材料学、非穿透式传感器领域实现全产业链技术爆发的集中体现。首要的前置性技术是用艇手舵替代尾壳舵。尾壳舵曾在冷战时期被美国洛杉矶级、苏联667型战略核潜艇等广泛采用。然而，在现代潜艇设计中，尾壳舵已经基本被抛弃，升级为手部水平舵。尾壳舵除了不利于破冰外，舵面偏转时产生的强力涡流会与尾壳自身的马蹄涡发生剧烈干扰。这种复杂的非定常流直接冲向后方的泵喷，产生剧烈的脉动压力噪声，将舵面移至手部，使其处于未受扰动的层流中。舵面工作环境纯净，产生的流体噪声大幅降低。在深海定深巡航时，可以将艇手舵完全收回，此时潜艇手部变成一个完美的流线形体，消除了舵面支架缝隙产生的口哨声和湍流噪声。而尾壳舵永远暴露在水流中，即便不偏转，也会产生寄生噪声。此外，尾壳舵距离潜艇的重心非常近，力臂较短，低速时控制效率较低，加之必须增加尾壳结构重量，还需要一套沉重的液压驱动系统。这些重型机械塞进本来就空间狭小、充满各类电子桅杆的尾壳内，不仅破坏了尾壳的流线型外壳，
还大幅抬高了潜艇的重心，对横向稳定性不利。而现代艇手舵通常采用可收放折叠式设计，位于艇首，距离潜艇重心最远，拥有最长的利臂。无论是高速航行还是近乎静止的低速状态，艇手舵都能以极小的舵角提供高效的俯仰控制，反应速度远快于维壳舵。取消维壳舵后，便是支撑无维壳的3大工程基石。中国新一代核潜艇全面普及了非穿透式光电桅杆以及隐藏式微型传感器阵列。这些传感器不再依赖垂直的刚性场管，而是通过电缆将 4K 高清红外热成像、微光夜视和激光测距信号传输至耐压壳内。既然传感器可以做成折叠式、贴合式甚至分布式镶嵌在艇背表面，维壳作为桅杆容耐舱的机械刚性需求便荡然无存。而在恶劣海况下，则完全依靠 AI 辅助的红外全景摄像头与毫米波雷达进行多元数据融合，在艇内指挥舱内生成360度无盲区的虚拟现实 VR 水面视野。这种数字化视野在理论上比肉眼具有更丰富的信息维度，它可以叠加目标识别标识、航迹推算线、航道边界等增强信息，同时具备夜视和雾层透视能力，比传统人类的肉眼观望更加可靠。维壳在传统潜艇上还扮演着类似于飞机垂直尾翼的角色，配合潜艇的重心和浮心配置，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风浪造成的摇摆，用来提供水下航行的横向稳定性。取消维壳后，潜艇在高速变身或转弯时，极易发生横向侧滑或水动力失控。中国通过引入 X 型尾舵和基于人工智能的4舵全动电传飞控算法，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计算机能够以每秒数百次的速度实时计算流场变化，通过主动微调 X 型尾舵的4个独立舵面，在没有垂直维壳的情况下，依然能为万吨巨舰提供无与伦比的3维动态稳定性和跑车级的操控响应。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敢于消灭维壳，最根本的逻辑是大幅减少在水面待着的时间。对中国海军的战略布局而言，北极并不是其水下力量的主要行动区域，核心战略区域仍然集中在西太平洋的中低纬度区域，完全可以放弃自主破冰能力。而且在高度数字化的未来战场上，这类潜艇可以借助精准的水下3维地形匹配导航和基地周边的水下引导信标，在港口就直接下潜，实现全水下隐蔽进出港，从而在根本上绕过了水面瞭望这一传统伪命题。将维壳彻底移除后，在流体力学上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增益。取消维壳使潜艇的整体水下湿表面积减少了10%左右。湿表面积的减少直接意味着摩擦阻力的骤降，水下巡航阻力降低19%至21.2%。这意味着在同等和反应堆功率输出下，这艘潜艇可以获得更高的不产生空泡的安静航速，或者能够以惊人的极端航速进行突防和战术拦截。无维壳的艇体表面连续平滑，不会在艇体任何区域产生马蹄窝或窝接脱落现象，消除了维壳这个最主要的宽带流体噪声源。由于艇体表面连续无间断，水流在通过整个艇体后，以高度对称且均匀的速度分布抵达尾部喷泵推进器，叶片的径流扰动降到最低，极大地抑制了叶片通过频率噪声，使潜艇即使在较高的航行速度下，推进器依然能够保持在非空化状态，从而将绝对静音航速的上限大幅提高。即使大角度机动或剧烈反前规避时，它的艇身依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对称圆筒回转体。即便产生侧航角，水流依然能够平滑包裹顺流通过，彻底消除了马蹄窝畸变突发横摇力矩以及尾部半流恶化的问题。这让无维壳潜艇不仅在直线长途奔袭时是幽灵，在大角度近身肉搏格斗时也同样能维持极低的声学特征。当然，水流斜切艇体仍会产生细微的残余非对称体窝脱落和侧向力。艇内的高精度光纤陀螺仪和壁面压力传感器以每秒数百次的高频率监测艇身微小的姿态偏差。
然后其全数字飞控系统联合 X 型尾舵，通过舵效分配矩阵，将转弯所需偏航力矩、俯仰力矩和抵消侧翻所需的横摇力矩进行数学实时合成。4个舵翼在毫秒内进行高频微调，动态卸载流体载荷，确保机动时依然绝对静音。从主动声呐探测的角度来看，当敌方高频主动声内波照射过来时，由于无尾壳艇身是完美的雪茄形圆弧曲面，波长较短的声内波在艇体表面发生镜面反射，顺着圆弧切线方向被抛射扩散到无人的深海，回波能量呈指数级衰减。而针对低频声呢，由于全艇彻底切除了尾壳与艇体的直角交接面，全艇表面没有任何一处曲率突变的尖锐折线或棱角。长波长的中低频声内波横扫过潜艇时，无法在艇体表面找到可以引发边缘衍射的物理结构，声波只能圆滑地包裹并划过艇身，从而将主动声呐反射截面积降到了物理极限。无尾壳设计与第4代全功率长寿命一体化自然循环压水堆、中压直流全电泵喷推进系统、第3代智能主动浮阀隔震、第4代复合消声瓦等相结合，那么这艘潜艇的理论噪声水平极有可能低于90分贝，低于海洋背景噪音，达到大洋黑洞级别。这样的静音水平在实战中的意义是革命性的。当前全球主流的被动声呐探测体系，其有效探测距离与目标潜艇的声源级成反比关系。当一艘潜艇的噪声水平从100分贝降至90分贝时，其被探测距离可缩短约30%至50%，在某些海况下实质上是隐身的。美军现行的反潜探测体系，其声信号数据库和探测算法是基于传统尾壳潜艇的声学和流体特征建立的。在南海深海海沟、菲律宾海以及广袤的西太平洋，密布着美日构筑的水下监听网，比如 SOSUS 系统和分布式无人潜航器。中国果断放弃了不符合自身战略方向的北极破冰能力，将全部的天赋点倾注在极致隐身上，旨在打造一款能够悄无声息穿越岛链，在西太平洋建立水下阻击阵位的大洋幽灵。美国还利用卫星高精度合成孔径雷达和 P8A 反潜巡逻机的 ANAPY-10 雷达探测潜艇尾流，这是近年非声学反潜领域的核心手段。潜艇在水下航行时，高耸的传统尾壳在水流中形同一个巨大的搅拌桨，会在艇体上方和后方制造出剧烈的极不对称的边界层分离和低压涡流。这些充满能量的湍流会迅速向海面传递，形成明显的内波效应，这是 SAR 雷达最容易捕捉的特征。在2级至4级中低海况，天基 SAR 卫星和 P-8A 可以在短时间内扫描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一旦发现疑似尾流，即可引导攻击。而无尾壳设计在中高速航行时产生的星波特征和水下湍流能量，比传统尾壳潜艇暴跌50%以上，这意味着它向海面传递的尾流信号极其微弱，在雷达回波中会直接融入背景杂波，这让美国引以为傲的非声学反潜网络面临失效的危险。面对一个尾壳噪声消失、主动声呐反射截面显著减小、高速航行时依然保持隐身的水下目标，美军需要投入巨额资金重构整个水下探测架构。而我们知道，稍早些时候，中国北方葫芦岛渤海造船厂下水了一艘110米级、保留传统尾壳的095型攻击核潜艇。此外，2024年在武汉武昌造船厂曝光的041型潜艇，则代表着另一种探索路径。其中041型潜艇基于039型常规潜艇的艇体平台，长度约84米，但动力系统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它装载了一个小型核反应堆，与常规柴电系统相结合的核常兼备的混合动力。041型的战场环境定位在第1岛链以内的近海、海峡和大陆架区域，这些区域的典型水深为几十米至200米，空间有限，水生环境复杂。041型的体量适中，吃水较浅，机动灵活，
可以无限期的在关键水道做底或低速漂流，是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在水下层面的具体落实。其核心战术使命是阻止敌方舰艇穿越第一岛链。095型作为期待已久的中国第3代攻击和潜艇，卫星图像显示它保留传统的经过流线型优化和填角处理尾壳结构，配备 X 型尾舵和泵喷推进器，水下排水量接近或达到10000吨级别。其是一型全能型的攻击和潜艇，设计上追求任务多样性和系统冗余度，而非某一维度的极致指标。095型堪称水下歼十6，是中国海军远洋存在的中流砥柱。其任务谱系涵盖航母编队护航、战略弹道导弹和潜艇护航、反舰与对陆攻击、远洋反潜巡航以及特种部队投送等。依托其搭载的大型垂直发射系统，095型曾在西太平洋深海向敌方航母群或关岛等核心基地倾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或远程巡航导弹。而这艘120米级无尾壳潜艇，在精神内核上极像美国的海狼级，也可将其比喻为水下歼20，追求的是极端的非对称优势。它的任务是凭借极高的水下速度、极低的静音水平和极低的尾迹特征，单枪匹马渗透穿越第一、第二岛链，潜入菲律宾海、西太平洋核心深海盆地乃至关岛以东海域，深入敌方反潜防御圈的纵深区域，或者潜入美军堡垒海域，直接打击瘫痪敌方水下作战体系的核心节点，比如突袭美军水下固定声呐监听阵列，切断深海海底通信光缆，或作为水下无人母机，释放超大型无人潜航器。在直面美军攻击和潜艇时，拥有绝对的技术代差，在双方潜艇交战中获得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的优势。综合来看，3型平台在中国海军的作战体系中构成了一个内线坚守、中间护航、外线突击的3层嵌套的水下力量完整体系。这种跨代际的同步爆发，正是我国国防工业和水下战略走向全面成熟的标志。